对，超好闻的。我们的第2支来了。好，这一支是什么？热情广货，我也蛮期待。热情广货。对。那我们一样热情的邀请到第4支麦克风，王杰小帮手来一起来闻。好，热情广货，王杰有闻过吗？没有，这个系列的话，我也是第一次。对，第一次试闻。广货一般给你的感觉大概是什么？广货，他给我的感觉不喜欢。不喜欢哦。对，说实话，不错，我比较不喜欢相当直接，因为会有药感。我很喜欢。其实反而我很喜欢，对，特别广货压在后调的时候，它是蛮美的，很好闻。它有一点土壤感，有一点药感，那它后调其实蛮美的，见仁见智啦。对。那当然我们就是喜欢王杰，就是要录这个影片就是讲实话，对，因为如果香味大家都喜欢，那就是假的了。对，应该是这样子啦。对啊，因为每个人喜欢的感觉不同。对啊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今天赶快来试试看。好，来，我们要记好位置。好，换边来先换边。这喷头也很好喷呢。我觉得它瓶身其实都有在用心啦，有一点小设计。比如说它这个系列，它是东方系列，它在每一支的那个，你看它圆形的图案其实是有变化的哦。不是都长一样的，不是都长一样哦。还没靠近闻的时候，这样子闻就闻到广货的香气了。对，而且它有带一点绿感。对，然后靠近闻就是有绿感的。哦。其实是广货比较不会那么强烈的。对，你如果这样远远闻啊，就可以闻到广货的那个香气。应该这么说，高定系列啊，会把那个刺激的部分抽掉。然后是留那个舒服的香气给你。其实我们闻到后来已经很少闻到不好闻的广货了啦。最近我们现在在闻的几乎都是不错的，因为这算贵。对，因为这算它的高定系列。我们不太到那个盖子滚出去了。关曼斗接到。然后那个绿感是因为前面有无花果啦。哦，蛮新鲜。而且它是绿感的无花果，不是奶。对，难怪有绿感的无花果。它不是奶哦。这个瓶子可以再做浅色一点。我觉得身为一个没有很喜欢广货的人，这一支很棒，对不对？这支我不会不喜欢，因为它调的，我觉得它给我的感觉就是很顺。对。那它给我的绿感是，就是学姐刚刚讲的无花果，因为这个就跟 Diptyque 无花果好接近。前面的地方哈，绿感的那个，我就用心闻会闻得到那个绿调的，对，绿感的感觉，没错。那它是不是有一点无花果奶的这个？它没有奶，它是绿的，它是绿的，还好，它没有说很。它是绿的花果，它是绿比较重，绿比较重，对，确实。然后它有胡椒，粉红胡椒，可是它又没有让你闻到胡椒刺激的感觉。它你闻到是胡椒的香气，跟无花果的绿感。而且我真的觉得这一支越来越舒服，对啊，对，这一支相较上一支的话，它皮革味就比较淡，对，很淡，它可能还没到后面，还没有到，因为有可能那一支的那个香料啊，帮助皮革很显香，可是这一个因为皮革都在后面嘛，可能你等一下要让它走一下才知道，因为它现在还在无花果的绿感。对，了解。我喜欢它的变化，它一直在变。我觉得这个系列至少我们目前分了2支，它的前调都一直在转变，你有没有发现？我中段的玫瑰一直窜出来，对，已经出来了。我中段的玫瑰花一直窜出来。是哦，中段是玫瑰花。这一支的香调组合还蛮厉害的。你们有准备香调吗？有呀。其实这一支是好闻的，借看一下。它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那种，就是你很少无花果再去接玫瑰，或是说无花果去接那个后调是广货的感觉。热情广货，前调是粉红胡椒、无花果，中调是广货、玫瑰、雪松，后调是皮革跟麝香。哇，真的哎。所以确实玫瑰花香再出来了。对。而且相较起来，其实这支还蛮清新的。有我玫瑰跟皮革都连带的出来了呢。
皮革开始走了。有开始出现了。对，玫瑰花出来的时候，皮革就出来了。其实这一支是好闻的耶，不错哎。以广藿玫瑰来讲，这一支是温柔的广藿玫瑰耶。不是太重的那一种。那 Cindy 会用在什么样的场合？跟你的想象呢？穿些什么衣着？这支我就觉得整天都可以，然后也蛮适合休闲的那种穿着，就是不用太正式，像我们这种就是有点运动感觉的，我觉得也蛮适合的。对。然后它的感觉就是像它的瓶子啊，都做很深色，有没有？这支的香水感觉没有那么深沉，它可以再浅色一点。如果用颜色来分的话，对。那它其实它的皮革已经出现了，但是这个皮革没有刚刚那个强烈，另外那一支的强烈对，它就是淡淡的，柔柔的，不失优雅的，也不会让你觉得怎么一个皮革在我旁边出现这样，不会，这一支花香带的蛮好的，对，在我身上暂时还闻不太到皮革的感觉，还没，但我有哦，来，那学姐你会用在什么样的场合跟穿着呢？这个系列，我反而觉得这一支我觉得什么场合都 OK 然后我觉得这一支也蛮适合居家的时候使用居家跟或约会的时候都 OK。我所谓的居家就是跟你的伴侣在一起的时候，或者是你跟你的伴侣想放假很休闲，你们只是出门走走吃个饭，然后之后回家听个音乐喝个红酒，我觉得它整个香味都是很温柔的，亲人的，对，不管木质调花香，就是它把花香跟木质调的皮革结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它都没有太刺激或强烈，它整个就是顺顺柔柔的，对，连那个无花果的绿感都不扰人呢。对，无花果绿感都不扰人。你这个让我联想到说这一支适合两个人一起相处的时光。对，无论从早上起来赖床，然后起来做早餐，然后到这个刷牙洗脸开始打开电视，听听新闻呢。对，那再来做早餐之后，下午要去 shopping 啊，shopping 回来一起读个书啊之类的，下午是。两个人做任何事情都非常的合适。是的。那王杰嘞，如果以男生来闻这一支，可能你原本没有那么喜欢的广藿，那你现在给他，我觉得因为这一支它没有以前广藿给我的那种感觉，所以我不会讨厌这一支。对，所以说，就是我会觉得它闻起来很舒服，所以它对于我来讲，它是任何时候都可以用的，不分场合跟天气，我觉得都 OK。然后很舒服，它就是非常舒服，很顺，然后它不会有什么很重的药感，所以我觉得它也不会，因为有些沙龙香，我觉得是你喜欢，你喷的人喜欢，但旁人未必会喜欢，也许会有点刺激，或者说香型比较讨厌，然后会有点困扰，但是不会，这就是每个人应该闻到都会可以接受的。所以日常着用的话，我觉得是很好的选择。好，那有对你有让你对广藿有一些不同的观感了吗？这一支的话很棒。OK， 对，好，很好。那我觉得就是我刚刚想象的，顺着学姐这个感觉，这个两个人一起的时候，非常适合用这一支。就你闻我，我闻你的时候，大概就是我的玫瑰越来越明显。是，那它的皮革其实也越来越明显。好，那我们待会第二段的时候再回来看看这一支后面的感觉变化。好，待会见。OK， 广藿回来了。对。广藿现在在我身上很美，超美，觉得超好闻，很香很香。它就是很清爽的广藿玫瑰。一改王杰之前对广藿的困惑。对，因为这支的药感没有。对，它不会有那种药感。而且现在在我身上是花香，
它是我闻过最温柔的广藿玫瑰。对，广藿玫瑰。丢。对，好，来在我说看。身上的广藿的香气还是有，但它不是土味的那一种广藿。对，然后带着花香，非常好闻，而且它不是像说红月或是贵妇那一种比较重的，它是清新版的，是广藿玫瑰，它就是柔柔舒服，对，自然而然，像一件穿在你身上舒服的衣服一样，自然而然存在皮肤上。对，就是如果这个味道在你身上，我会这样靠着一直想闻，这样会一直靠上去这样子，对，很好闻哎。是。学姐呢？学姐现在在你身上，就是很温柔的广藿玫瑰，在这边很舒服。对，我的更明显一点给你闻。很好闻，我觉得是我闻过最温柔的广藿玫瑰。然后我觉得，有的广藿玫瑰你或许会想一下什么场合才能穿它，可是这一支不用就是延续它前调的那种感觉。我真的觉得它就是你早上你想一整天都很放松，是跟你的伴侣跟你自己，就是想要做一些什么？不用花头脑的事情，譬如说你想要放空的去逛街，想放空的去吃个早午餐，然后想放空的去公园散个步，或是在家耍懒，追个剧，喝个红酒。耍懒就是在家耍懒啊，你不要去做需要花头脑的事情。对，它很适合。OK。就像，所以延续上一 part 你说的，就是适合两个人一起做的事情啊。对，对不对？那就像刚刚 Cindy 给的画面，就是一直贴着对方，它味道就是从头到尾两个人就是一直不断的这个腻在一起的感觉啦，对不对？一直在对方身上探索这个味道。对，而且我觉得男生女生都蛮适合的，很可以啊。没有两个人做也是可以跟自己腻在一起的。对。那王姐呢？这一款广藿，觉得它确实男女都可以，因为它的花香是很内敛的花香，它不是那种很一闻就是你就是对，因为它可能是还是以广藿为主，就是在前头，然后后面压的花香，压的玫瑰，所以它是一个很内敛的花香，就是广藿玫瑰。我觉得她很适合那种很干练、很强咖的女生。OK， 就是很那种利落的女生。OK， 我就觉得很有吸引力，很酷。好，那果然年轻男生看女生跟我这个中年男人看女生感觉不太一样。我觉得这一个女生她已经修掉了这个干练，她有一点就是有一种女生就是看过了很多事情之后，他反而就是静静的就不再多说了。是，以前可能年轻的时候很会想要表达自己，不论是高兴或生气，他就让对方知道。可是我觉得这一个广藿已经有点成熟度了，他是明眼人看透不说破，对，就是知道对方不会走偏太多，那可接受的范围就让他去。感觉好像在讲成熟女人，有智慧的那种。对，有智慧的女人。对，就是静静的不多话，然后其实一切都看在眼里，他都知道。对，如果有一部电影叫做那个什么那个什么人在囧途，有看过吗？人在囧途，对不对？他本来不是跟他这个老板不是本来在外面有女朋友嘛，对不对？年轻女朋友20岁吧。然后后来他绕了一圈，人在囧途回到家之后，他老婆跟他讲什么？回来就好。对，哇，他眼泪都掉下来了。真的，那边也有哭哎。啊，你有哭哦？我在哭什么？你是为男生哭还是为女生哭？感人的那边，就是最后那边。对，他居然只抱着他拍他说回来就好。对，真的是了不起。他怎么知道他前面经历那么多波折？对。所以我觉得如果有看过这一部片的话，应该可以想象说，我觉得这个就是那个女主角的气质的感觉啊，可以去查一下这个女主角，我已经忘记叫什么名字了，反正真的还不错啊，好不好？有那一幕还蛮印象深刻的。对，那这一支王姐你会把它定调在什么调？就是广藿玫瑰，广藿玫瑰花香。OK， 学姐来。
木质花香广藿玫瑰，我觉得它就是可以归依在广藿玫瑰。皈依，因为他们都，因为大家会把玫瑰花很有默契耶，我这样说，害我讲不下去。因为玫瑰花他们会把它分类为很多种，是，那这可能就归在广藿玫瑰。对，因为还有绿感玫瑰啊，然后红色的玫瑰或是白色的玫瑰，这个就是带广藿香的玫瑰花。是，但是它是我闻过最温柔的广藿玫瑰。确实真的是。好，那 Cindy 你会把它放在什么样的调性？木质玫瑰。木质玫瑰。木质花香啊。木质花香。对，好，简单来讲。OK， 那我会把它放在木质皮革花香调。它3种都有，其实我还是有皮革。真的没有没有哎，我的也没有的。那如果这一支的话，我给到9.7分。哦，这么高，太温柔了。你知道这个找对象就要找这个回来就好的对象。对男人而言啦，男生都喜欢那种。对男人而言，问太多，嘿，回来就好。对，不要追究我，好不好？有回家就好了。对，男人都这样。不管你几天回来都可以这样。哦，不行，这有点超过。回家打卡，那个是指当天有回来就好，不能是好几天后，那个等于不要结了，不要在一起了。我给9.7分。来，那学姐你会给他几分？几分？请给分。9.5分。9.5分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它是我闻过最温柔的广藿玫瑰。我一直在重复这一句，因为真的觉得太好闻了。是啊。而且你会觉得你很想把它穿在身上。因为就是它很温柔，它真的很温柔，它是好闻又好穿的一支香水。OK， 好，那 Cindy 会给他几分呢？9分。哦，9分。对。 9分的原因，因为刚那个香木是9.5嘛，我是用比较的。对。然后这支我觉得它比较适合，就是你女生想要喷给旁边人闻，适合这支。对。那我个人喜欢香木多一点，是因为这支我觉得就是自己喷，也就是会很开心的味道。OK。对，所以这支的话9分，它还是很好闻，就是算是也蛮高分啦哈。对，9分。然后它的那个，我觉得它跟以前闻过的广藿玫瑰感觉都不太一样。然后有娇兰他们家的那种，就是比较内敛的，不是很外放的那种气质在里面。对。真的，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。是，他对我而言才是那个跟自己独处的时候要喷。这支我会想要喷，就是去约会啊，干嘛？这支比较适合。这香木有点太重了。我会喷它跟自己相处，我也会喷它跟伴侣相处。就是我想要自己在一个氛围里面，对时候喜欢的味道。OK， 好。那王姐你会给他几分？我觉得这一支我应该会给9分到9.5分9到9.5。因为它出我意料啊。一开始我有说我比较不喜欢广藿，对，可是它的中后转变，让我觉得很漂亮，很美。是，对啊。如果说有一个异性，然后喷这支的话，然后譬如说坐在我对面，我们在喝咖啡或是用餐，我会觉得天哪，你真美。对，一直盯着他这样子。对。我会觉得这是一个 wonderful tonight。是 wonderful night。歌要想，wonderful 的都来了。那我要教你，我等一下要多喷几下。下班的时候先喷个几下再回家。我要教你，如果你我觉得他是如果你很欣赏眼前这一个女孩子的话，是你的眼睛范围要聚焦她的眼睛，不是眼睛太咄咄攻击太强，你要脖子以下吗？不是，就是眉毛，然后到胸口的范围。好，记得哦，眼睛要落在他的眉毛到胸口之间。好，不要一直盯着他眼睛，他会觉得太压迫。好，那这是让人家觉得最舒服的。为什么我知道？因为我有看书，好不好？也不能只停留在胸部，不能一直停留在胸部，好不好？这样子就太过分了，就可能没下次喽。太直接了，对，就不会有 IG 了。OK， 就 GG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支的
后调介绍到这边，对，再帮我们讲一次名称，蛮棒的。这支是热情广货，热情广货。好，那有机会来我们现场试香，找明芳姐，对，来试在身上，超赞，因为喷了别人就会对热情。是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这一次。